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如墨，寂静无声。林然拎着最后一支纸箱，轻轻放在客厅中央，抬头望了望新家的天花板，深吸一口气，这里将是他们新的开始。终于搬完了，他扭了扭僵硬的脖子，朝卧室里喊道：苏晴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卧室里传来柔和的回音，带着一丝疲惫。稍微整理一下，我就睡了。他们搬进了这间位于新竹花园的高级住宅，3房2厅，采光极好，户型方正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温馨居所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处住所，更是未来幸福生活的起点。然而，林然总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异样。他站在客厅中央，视线落在窗边的落地玻璃上，透过微微晃动的窗帘，他隐约看到对面大楼里有几扇窗户是黑的，没有开灯，也没有人影。就在这时，一股不合时宜的寒意掠过背脊，他下意识抱紧手臂，目光落在一旁的温度计上22摄氏度，可他明明觉得像是降到了10几度。奇怪，他喃喃自语。苏晴从房间里出来，披着一件薄毛衣，揉着肚子缓缓走向沙发。她怀孕6个月，行动已不如从前轻便。你不觉得这里有点冷吗？她皱起眉头，轻轻摩擦手臂。林然看着温度计，耸耸肩笑了笑，可能是刚搬进来，房子还没暖过来吧。苏晴没有说话，只是望了望窗外，眉头微微蹙起。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正透过玻璃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新家的第一晚，林然睡得很沉，直到凌晨3点15分，苏晴猛地睁开眼睛，她屏住呼吸，身体不自觉地蜷缩起来，目光缓缓移向窗外。黑暗中有一种极其微弱的声音在低低地回荡，呜呜呜呜，那是女人的哭声，低沉凄凉，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绝望与不甘，像是被困在无形的牢笼中，无法挣脱。苏晴猛地坐起身，盯着窗外，声音已经消失了。她努力调整呼吸，告诉自己是幻听怀孕后，她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好，或许只是孕期焦虑引起的错觉。可就在她准备躺下的瞬间，呜呜呜呜哭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比之前更清晰了一些，像是从窗边传来。苏晴的心猛然收紧，手指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被角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他轻轻推了推林然，喂，你听到了吗？林然只是翻了个身，沉沉地咕哝了一句，什么？外面有哭声。林然皱了皱眉，坐起身，侧耳倾听。房间内安静得可怕，只有时钟指针走动的声音在夜色里滴答滴答地回荡。哪有？他轻声说。你是不是做梦了？苏晴睁大眼睛，目光仍然盯着窗外，心跳如擂鼓。明明他刚才听得那么清楚，可为什么林然什么都听不到？林然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安抚道，可能是风声吧，这里靠近山，夜晚风大。他不安地点了点头，靠近他的怀里。然而他清楚地知道，那根本不是风声，而是有人在哭。第二天一早，苏晴去楼下的超市买早餐，在电梯里遇到了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拎着一袋青菜，穿着陈旧的外套，头发斑白，看起来有些驼背，但眼神异常锐利。电梯门关上后，老太太的目光缓缓移到她的肚子上，久久不语。苏晴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礼貌地笑了笑，婆婆，您住哪一层？老太太依然盯着她的肚子，缓缓地张开嘴，语气低沉，你是刚搬进来的吧？苏晴微微一愣，问，对，昨天刚搬过来。老太太沉默了一下，忽然压低声音，小姑娘，夜里听到什么了吗？苏晴心中猛地一跳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您是说什么？老太太没回答，而是忽然朝她的肚子伸出干枯的手指，轻轻一点，像是在某种仪式里做标记，你要小心。她的嗓音很低，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。她在等。苏晴全身僵住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。他是谁？他声音有些发抖，
老太太没有再回答。电梯门打开后，她拎着菜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几乎听不清的呢喃。迟早要还的苏晴站在电梯里，望着老太太消失的身影，冷汗顺着脊背滑落。此刻她意识到了一件事，她昨晚听到的哭声不是幻觉。夜晚总是令人畏惧的，特别是当你意识到你所熟悉的一切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自从老太太的话后，苏晴开始变得敏感起来。她不再只是害怕哭声，而是害怕哭声的来源。第二晚，林然加班到很晚，苏晴独自一人躺在床上，强迫自己放松。她告诉自己，昨晚的哭声是错觉，是孕期焦虑造成的听觉误导，绝对不是真正的灵异现象。可就在她即将入睡的瞬间，呜呜呜，那熟悉而凄厉的哭声再次在黑暗中响起。这一次比昨晚更近了，她的心脏几乎瞬间绷紧，整个人僵住不敢动弹。她屏住呼吸，睁大眼睛盯着窗外，窗帘微微飘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站在窗边窥探着屋内。她的手在床头摸索，找到手机，几乎是颤抖着打开了录音功能。她要证明给自己看，这不是幻听。哭声一直持续了5分钟，然后缓缓消失，房间重新陷入死寂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她拿起手机，点开刚刚的录音，呜呜呜呜，哭声真实的录下来了。这一刻，她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，所有的不安、恐惧化作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窜上脊背。她不是在做梦，那个哭声是真的。第二天，她强忍着恐惧，拿着录音去找物业，却被敷衍了一句：哦，可能是附近野猫的叫声，有时候听起来像人在哭。她冷笑了一下，把耳机塞进管理员的耳朵里，播放了录音。物业管理员的脸色瞬间僵住，双手猛地颤了一下，几乎是本能地摘下耳机。你哪录的？他眼神躲闪，似乎在刻意回避什么。当然是我家。苏晴的声音冷了下来。你们知道些什么？管理员低头翻着资料，过了几秒才低声道：你们要是住不惯，可以考虑退租，或者换个楼层。他愣了一下，眯起眼睛。为什么？管理员没有回答，而是转头去接另一个电话，像是故意回避这个话题。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当天晚上，林然终于早些回家。苏晴没有告诉他关于物业的事，只是强装镇定地准备睡觉。他对自己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凌晨，林然睡得很沉，苏晴却再次醒来。这次不是被哭声惊醒的，而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无法动弹。他仿佛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，他明明清醒着，却动不了身体。屋子里很安静，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寒意。他甚至感觉到被子的衣角似乎被轻轻掀起了。他的目光缓缓移向床尾，那里站着一个影子。黑暗中，一个模糊的女人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像是在哭泣。她的喉咙里涌上一股尖叫，但声音完全发不出来。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的意识。她闭上眼睛，拼命告诉自己，这是梦，梦，梦。直到身边的林然忽然翻了个身，那个影子才突然消失。她猛地恢复了行动能力，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房间里空无一人，窗帘微微飘动，窗外的夜色沉寂如死。但她知道，刚才那一切不是幻觉。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想着换个房间睡，也许会好一些。于是拿着枕头去了客房。可是，当她第二天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躺回了主卧。她的枕头被子全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像是她从未离开过。她的手指微微颤抖，颤声喊：林然。林然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她的声音几乎是嘶哑的：我昨晚去客房睡的。林然眨了眨眼，皱起眉头：你不是一直在这儿吗？她死死地盯着他，嘴唇微微发抖。如果不是他自己回来躺好，那是谁把他放回来的？他开始变得极度敏感，每个夜晚都让他觉得不安。某天凌晨，他实在睡不着，走进厨房倒水，打开冰箱时，眼角余光忽然瞥见水龙头前的玻璃反光。他低头看去，瞬间全身汗毛倒竖玻璃上，
映出了一张女人的脸，那不是她的脸，而是一个苍白扭曲的笑脸，嘴角缓缓地往两边裂开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她猛地转身，厨房里空无一人，玻璃上的影子消失了，水龙头却在滴滴答答地往外流淌着水，像是在哭泣。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摁住了自己的尖叫，捂着嘴巴，浑身发抖。这房子里真的有东西。夜晚的恐惧如同潮水，一次比一次猛烈地冲击着苏秦的神经。他知道这间房子有问题，那午夜的哭声，睡觉位置的异常变化，厨房玻璃上诡异的笑脸，一切都在昭示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存在。他不能再逃避了，他要找到答案。翌日，苏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要查清楚这座小区的过往。他带着疑问去了附近的一家社区书店，尝试从老住户那里打听消息。在书店角落，一个戴着厚重老花镜的老人坐在那里翻阅旧报纸，眼神空洞而深沉。他走上前，试探性地问：爷，您知道新竹花园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老人头也不抬，缓缓说道：以前是医院，专门接生的，后来出了事就拆了。他的心猛地一紧，出了什么事？老人这才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的肚子，忽然变得迟疑起来，仿佛不愿多言。您能告诉我吗？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急迫。老人的眼神复杂了一瞬，随即低声说道：这里曾经是个妇产医院，因为医疗事故太多，死了很多孩子和产妇。他的后背一阵发凉，尤其是老人的声音变得更低，仿佛怕被什么东西听见。一个难产的孕妇，她死的时候孩子还在肚子里，可医院那群庸医居然活活让她等死。苏秦屏住了呼吸，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全身。他的家人呢？他颤声问。老人冷笑了一下，他是个外地来的，没家人，没人替他讨公道。他死了以后，医院里的人三缄其口，他的尸体被匆匆火化，连个墓碑都没有。医院的人怕事情败露，后来干脆把这里拆了，改成了小区。苏秦死死地攥紧了拳头，指甲几乎刺进了掌心。可是他的嗓音有些发抖。那他的孩子呢？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说道：没人知道。回到家后，苏秦的脑子里不停回想着老人的话。一个孕妇死在了这里，腹中的孩子从未出生，难道他就是哭声的主人？如果他的灵魂一直徘徊在这里，那么他要的是什么？报复、控诉，还是他的孩子？想到这里，苏秦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忍不住抱紧自己的肚子，心跳快得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他一直听到的哭声，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来自他，而他的肚子里正有一个未出生的生命。他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，理智与恐惧交织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某种更深层次的恐怖盯上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没有睡，他不敢睡。午夜3点15分，窗外的哭声又来了，呜呜呜呜。苏秦死死地捂住耳朵，这一次哭声比以往更加清晰，仿佛就在耳边。他的心跳如雷，指尖冰冷。他鼓起勇气，猛地掀开被子，冲向窗前。窗外，一个女人的影子正站在阳台外，脸色苍白，低着头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着。苏秦的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他想喊，却发不出声音。那女人缓缓抬起头，她的眼睛是空洞的，脸色青紫，嘴角微微颤动，轻轻吐出一句话：把她还给我轰。苏秦猛地跌坐在地，双手抱着肚子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他谁？他颤抖着问道。女人忽然裂开嘴，露出一抹极端诡异的笑容，然后她的身影缓缓消失，化作一阵阴冷的风从窗边吹过。第二天，苏秦去医院做产检，结果一切正常，但他依然觉得心神不安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无意间看到医院的一份旧档案，上面赫然写着：患者姓名温婉女，28岁，死亡时间2008年6月13日，死因难产，胎儿未能救出。这份档案竟然是10几年前那个孕妇的病历，而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，患者照片上的女人和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他的呼吸瞬间停滞，
全身僵硬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对这个小区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可是他从未在这里生活过。不对，他低头看着病历，心脏疯狂跳动。他的生日也是2008年6月13日。他的身体瞬间冷透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他难道就是那个未能出生的孩子？夜晚，苏晴独自坐在床上，回想着所有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他真的是那个未出生的婴儿，那么他现在的生命是否原本就不应该存在？如果那个女人是他的母亲，他又为什么要来找他？他忽然想起老太太的话，迟早要还的。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局，而真正的答案可能比他想象的更加恐怖。他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低声呢喃：我到底是谁？窗外，哭声再次响起，呜呜呜呜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捂住耳朵，而是缓缓抬起头，眼神里透出一丝异样的光。苏晴的世界正在崩塌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可能就是那个未能出生的婴儿。他的生命也许是命运的偏差，是一个本不该存在的错位。可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来找他？他要的是什么？从那天起，苏晴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，她开始失眠，开始对一切都充满怀疑，她的记忆也开始变得模糊。有时候她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小时候的事，她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她开始翻阅自己的照片，可是当她仔细端详时，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，她小时候的照片竟然全部消失了。她的相册里只有她成年后的照片，早年的影像一张都不剩。这不可能，她明明记得自己小时候拍过很多照片，母亲也曾给她录过视频，可是它们全都不见了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为的抹去了过去。她的心脏狂跳，疯狂翻找家里的旧物，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能证明她小时候存在过的东西。她开始喘不过气，额头冷汗直流。如果她从未真正出生过，那她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她本身就是个错误？林然察觉到苏晴的异常，陪她去了一趟心理医生的诊所。医生的办公室灯光柔和，墙上挂着温暖的风景画，可苏晴却一点也无法放松。医生翻阅着她的病历，轻声问道：你最近是不是有幻听，或者出现过一些非现实的感觉？苏晴死死地捏着衣角，嘴唇有些发白。我不知道。医生温和地看着她，低声道：有些恐惧并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源自你的内心。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她的指尖微微颤抖，她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不是自己。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旧的资料单，推到她面前。你可以看看这个。她低头一看，瞳孔猛地一缩，上面赫然写着姓名苏晴，出生日期1995年6月13日，已删除，补办出生证明时间2008年6月13日。他的手指陡然收紧，声音发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医生的目光在他肚子上停留了一瞬，缓缓道：也许你的生命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替换的。回到家后，苏晴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她翻找自己的身份证、户籍资料，发现自己的出生证明上竟然真的写着2008年补办。她的世界开始颠倒。她坐在镜子前，仔细地端详着自己。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神恍惚，嘴唇干裂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孕妇，而更像是一个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亡魂。她忽然低声自语：我到底是谁？你是他的孩子。她猛地睁大眼睛，那声音不是他的。她的身体猛地一颤，视线缓缓移向镜子。镜子里，她的倒影微微歪着头，嘴角缓缓裂开，露出一个陌生而诡异的微笑。你是我，而我是你，是时候把孩子还给我了。轰！苏晴猛地跌倒在地，惊恐地看着镜子，可镜子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她终于意识到，她和那个亡魂之间有着更深的联系，他们并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而是同一个存在的两个影子。她的出生可能意味着那个女人的复活，或者她的消失。
她害怕极了，她开始后退，抱紧自己的肚子，拼命摇头。不要窗外！哭声再次响起，近的就像在她的耳边，呜呜呜呜。她感觉腹中一阵剧烈的绞痛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撕裂她的身体。与此同时，林然坐在书房，目光凝重地盯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个女人挺着肚子站在医院门口，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那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苏晴。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：2008年6月13日，孩子未能出生，母亲死亡。林然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手指死死地抓紧照片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苏晴根本不是苏晴，她是那个从未出生的婴儿。她的灵魂一直徘徊在这个世界，试图补足自己未完成的命运。她以苏晴的身份存活了下来。然而，她的母亲并未真正消失，她的执念依然存在，依然在寻找她的孩子。而现在，她回来了。林然猛地站起身，冲向卧室，但已经太迟了。房间里，窗户大开，寒风呼啸而入。苏晴的身体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双眼无神，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微笑。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。窗外，哭声渐渐远去，逐渐消散在黑夜之中。黑夜的寂静仿佛吞噬了一切。林然站在卧室门口，望着躺在地上的苏晴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双眼无神，嘴角却挂着一丝怪异的微笑，仿佛正陷入一种超然于生死之外的状态。他的手轻轻附在肚子上，像是在感受某种无法言说的存在。窗外，午夜的风呼啸着卷入房间，带着一丝冰冷的气息。林然的手指发颤，喉咙干涩。苏晴，他没有回应。他大步走过去，跪在他身旁，轻轻地摇晃他的肩膀。苏晴，醒醒！这时，他的嘴唇微微开合，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字眼：他要回来。林然的心跳骤然一滞。他要回来？谁？他低头看着苏晴的脸，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不安。这时，他的眼角余光扫到了床头柜上的一张旧照片，那是一张他早已刻意遗忘的影像。照片上的女人挺着孕肚，站在医院门口，笑容温和。她的五官和苏晴一模一样，但那不是她，那是温婉，那个死在难产中的孕妇。林然的瞳孔猛然收缩，一瞬间，所有的记忆像被撕裂的画布重新拼合。他想起来了，10年前他曾经深爱着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怀上了他们的孩子。可是那场意外的难产让他和未出生的孩子一尸两命。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整个人几乎崩溃。然而不知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某种更深的执念在操控，就在他死去的同一天，医院里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婴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这个婴儿正是苏晴，她的出生时间与温婉死亡的时间一模一样。她是怎么来的？她又是谁？她真的是她的孩子吗？还是说她是温婉的影子？他不敢去深究，他只知道那一天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他决定收养她，把她当作自己唯一的亲人，代替温婉活下去。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，有些死亡并不会真正消失。林然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猛地看向苏晴，他的眼神缓缓恢复焦距，嘴角的笑容渐渐凝固。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，眼神变得复杂又悲伤。他一直都在，他低声呢喃，仿佛在与什么不可见的存在对话。他从未真正离开，只是等待。林然的手指收紧，声音几乎发抖：苏晴，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苏晴缓缓抬头，眼神幽深，她的嘴唇微微颤抖，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。然后她轻轻地吐出一句话：我是她的孩子。林然全身猛地一震，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个未能出生的生命从未真正消失，它一直存在，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归宿。而如今苏晴怀孕了，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？那个未能出生的生命终于找到了回来的路。林然猛地站起身，
掀翻了床头的旧照片。不，他怒吼着，猛地抱起苏晴。她不会是你的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她的孩子也不是你的。空气骤然变冷，窗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陷入一片死寂。那道幽暗的影子缓缓地浮现，站在窗前，目光幽深地凝视着他们。苏晴痛苦地喘息着，眼神逐渐涣散，她的身体在某种无形的拉扯中挣扎。林然疯狂地摇晃着她的肩膀，怒吼：苏晴，你是活着的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听着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活下去。他的眼神猛地一震，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肚子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他要活下去，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他不能让这个轮回继续下去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对着那道幽暗的影子，缓缓地说道：对不起，但这次我不会跟你走。窗外的影子骤然扭曲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呜咽，然后彻底消散在夜色之中。世界终于恢复了安静。苏晴缓缓闭上眼睛，疲惫地倒在林然的怀里。他的孩子依然还在，他的命运终于被他自己掌控。而窗外那座曾经的新竹花园，在黑夜之中静静地沉默着，他的故事远未结束。